传说在成年人中，一见钟情的几率只有10万分之一，但一旦那种心动的感觉降临，任何努力的自制都会成为加速失手的助燃剂。故事得从他们第一次见面讲起。女生醉酒后在好友家醒来，匆匆整理后就要去上班。在等公交的时候，她走进了后面的药店，请求医生帮她拿些强效解酒药。医生体贴地把2种药混合起来，说这样服用效果更佳。她借助店里的镜子整理了一下头发，还向医生要了一个皮套。世浩静静地看着她做头发，不过在结账时竟人才，发现钱包忘在了朋友家。他急忙给朋友打电话，同时不好意思地看了世浩一眼，但朋友似乎还在酒醉中，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没办法，竟然只能向世浩要账号，说他到公司后立刻转账给他。世浩却说下次来时再付就行。竟然感到有些尴尬，他想证明自己不是有意赖账，于是向世浩要了电话号码。世浩看到竟然在外面徘徊，知道他没钱打车，便从钱包里抽出打车费给他。竟然口上说不用，但手已经伸出来了。世浩问他名字，叮嘱他下次见面时记得还钱。就这样，在这茫茫人海之中，2个孤单的人有了第一次的邂逅。坐上出租车的竟人脑海里回放着刚才的情景，而平时记性不好的他却清晰地记得世浩那个只说过1次的电话号码。到公司的竟人开始洗漱，同时发短信给世浩，让他把银行账号发给他，但世浩迟迟没有回复。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晚上，竟人的男朋友来接她下班。2人交往已久，但竟人总感觉这段感情缺少些什么，她感到爱情中好像少了点什么。男友又一次提出结婚的事，竟人脸上却没有期盼的光彩，反倒多了些隐约的疲惫。不清楚是不是因为爱得太久，还是他俩本就不适合对方。到了适婚年龄的竟人却迟迟不愿意决定。正巧他们的车经过那家药店，那位男士似乎已经下班了。他们到了竟人闺蜜的楼下，闺蜜把竟人遗忘的钱包送下楼。这一幕恰好被楼上的世浩看见。起初他们相遇，女士并未撒谎。回屋后，她重新看了那条未回的短信，但仍旧没有做出回复。数天后的一个夜晚，竟人果然重回药店，把之前的钱还给了世浩，也问他为什么没把账号发给他，因为他希望能再见到他一面。接着他询问竟人是否已经用餐，如果没吃的话，建议用这钱去吃点东西。竟人表明不愿与不熟悉的人共餐。世浩笑了，听了这话，能倒背如流记下电话号码的人，怎么会说不认识彼此呢？竟人听了，局促的解释，只是因为他本就记性好，也不觉得以后还能有见面的机会。世浩看着竟人远去的背影，心中不免感到些许失落，而离开的竟人不乏犹豫，他强忍着想回头的冲动。世浩冲出门寻找着他，却在四处一番搜寻后没有找到竟人。竟人到闺蜜家共餐，正要出门取外卖，却见世浩出现，他惊得不小，还以为世浩是个跟踪狂，于是威胁说如果不离开就报警。世浩未作声响，只是继续向楼上走去，这才让竟人意识到他就住在上面。他为自己的误会感到尴尬，只得又发了短信向世浩道歉。世浩看到道歉，露出微笑。饭后，闺蜜陪竟人一同回家，世浩倚在窗边目送竟人离去，忍不住发了条短信给他。竟人呆看着手机屏幕，原来平静的心湖也开始泛起涟漪。面对手机上世浩那份动人的邀请，竟人没有等到下雪再见面的约定，而是直接告诉世浩他会在药店外等着。世浩紧握手机，急匆匆地出了门，朝药店方向飞快地跑去。竟人突然觉得自己的邀请太过鲁莽，想要走开，却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挡住了。此时气喘吁吁的世浩出现了，竟人内心涌现出难以言述的喜悦，但他嘴上却告诉世浩不用这么急。2人一起走进了屋里，没有掩饰，直截了当。竟人坦白他已有未婚夫，世浩则说他有个儿子。竟人听了满脸不敢相信，他怀疑世浩是否已婚，世浩却摇头否认。也许是世浩坦率的态度让他们更近了一步，世浩也鼓起勇气表达了自己的心声。自从第一次在药店相遇，他就总会不自觉地想起竟人，虽然猜到竟人身边可能有人，但他仍心存希望，渴望能再见到他。对于给竟人带来困扰，他表示歉意。竟人回应说他也有不当之处，是他也发出了错误的信号。竟人想到了一个2全其美的办法，希望他们以后能成为朋友，这样就可以轻松自在的相处。没想到世浩听后只说了对不起。世浩诚实的表达没有选择欺骗，对一个第一眼就有感觉的人，怎能像对待朋友那样自在？世浩的话让2人陷入沉默，旁边的竟人不知何时已悄然离开，留下世浩一个人静静坐着。竟人回到家，心绪却开始混乱。就这样，竟人在克制和纠缠的斗争中度过了一夜。他最终决定放弃这段意外的情缘，决心不再与世浩见面。为了找回初恋的感觉，她在闺蜜陪同下去看男友的球赛，却在对方球队中看到了那个朝思暮想身影。她本以为不会再见，但缘分让他们一次次意外相遇。竟人的视线再也离不开那个男人。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世浩总是情不自禁的望向看台上的竟人。此时比赛进入了中场休息时间，竟人似乎忘了男友仍在场上比赛，他的目光不由自主的总往另一边的身影移去。世浩也是一样，时不时的偷看竟人，他总找机会往竟人那边瞧。下半场时，世浩不慎摔倒了，竟人情不自禁地站起来关心他的情况。赛事结束之后，大家开始讨论晚上聚会的地点。平时不太参与球队活动的世浩一听说
竟然异常地表达了参加的意愿。后来大家一起来到了餐馆，世浩与静人恰好相对而坐，但是两人都装作互不认识。这时静人的筷子不小心掉到地上了，男友看到却没有任何反应，而世浩立刻递给他一副新筷子。他担心静人会感到尴尬，于是迅速将视线转向别处。这种突然的关照使得静人也紧张起来，他害怕别人察觉到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吃饭时静人去了洗手间，却看到世浩在外头打电话，下一刻世浩挡住了他的去路。静人看着世浩那温柔的神态，忍不住嘴角泛起笑意。静人从洗手间出来之后，两人肩并肩地回到了餐馆。尽管没有多说话，静人还是希望这段路能走得更远一些。最终世浩让静人先回去，免得被她男友看到误会他们。静人回到餐馆时，男友已经喝得有点多，他亲昵地搭着手臂在静人肩上。世浩安静地看着，静人对此却有些抵触。世浩透过静人的微表情忍不住笑了。后来大家去了 KTV， 点歌屏幕亮了起来，两人不约而同地伸手去拿麦克风。原来他们点了同一首歌，朋友们见状便让他们一起上台。静人唱歌时，世浩接了个电话便匆忙离开了。世浩离开后，静人也失去了唱歌的兴致，他拿起平板换了一首歌，然后装作不经意地询问世浩为何离开。朋友告诉他世浩家里有紧急事，静人便没有再追问下去，心情莫名其妙的就沉闷起来。闺蜜回家后忍不住问她怎么突然就生气了，静人冷淡地说没什么，她自己其实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突然心情这么糟，是不是因为世浩突然走掉，还是因为自己没能更早遇上世浩。第二天她特意坐出租车去了世浩的药店，假装无意间往里面瞥了一眼，但是没看到世浩，她对此感到困惑。就在这时，世浩突然出现在她背后，静人当场尴尬极了，只得假装自己是来买药的，在货架前悄悄的偷听世浩和他女同事的对话。看来世浩昨天匆忙离开是因为他孩子生病了。世浩后来直接走出了药店，静人赶紧随便抓了点药品去付账，眼睛还不时往外面看。这时他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原来他那些自以为天衣无缝的伪装全都被世浩识破了。他索性承认是特地来找他的，因为好奇他昨晚为何匆匆离去。世浩说他儿子突然生病，不过幸好病情不重，静人即将成为别人妻子，显然他们俩不适合。当世浩说他已经放下了，静人心里反而有点失落，但他马上控制住了自己的表情，笑着说那我们就能成为朋友了。世浩问这样你男朋友不会介意吧？明明就像是老天爷给彼此量身定做的另一半，却在不对的时候相遇了。道德的束缚最终战胜了对爱情的向往，他们决定还是做朋友。喝完咖啡，世浩送静人回了家。静人无意中瞥见了世浩子的贴纸，不知为何那幼稚的恐龙图案让他笑了出来，他还用手机拍了下来。虽然他们只是朋友，但他们都明显感觉到他们的心在慢慢靠近。第二天，静人接到了男朋友的电话，双方父母打算下午见面商讨婚事。静人听到这个消息后怒气冲冲，她追问为何他们要私自决定。男友质疑她是不是不愿意结婚，或者是不再爱他。面对提问，静人一时语塞，男友也感觉到了其中的异样。他提出晚上想和静人面对面谈谈。晚上，男友来到了静人的家，静人却没有显示出女朋友应有的甜蜜，相反，他的脸上流露出不自然。他们恋爱已久，现在却要从情侣关系升级为夫妻，静人感到一些婚前的恐惧，这是很正常的。但男友觉得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他追问静人到底因为什么，他说他们应该给对方一些时间。静人不想仅仅为了结婚而结婚，相比婚姻，他更渴望的是爱情。男友只好安慰他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他们俩的爱情观从开始就不尽相同。第二天，世浩带着儿子出院了。当儿子在玩秋千时，世浩情不自禁发了条短信给静人，他想了解静人的职业。静人回答说他在图书馆工作。他很快意识到世浩可能会带着儿子来找他，急忙他跑进图书室，打开手机翻找照片。他猜测世浩的儿子可能很喜欢恐龙，然后他迅速按照图片上的恐龙找起书来。他又跑到卫生间打扮了一番，果不其然，世浩带着儿子来到图书馆。静人问那个小男孩是不是恩宇，小男孩好奇他怎么知道他的名字，然后静人让他猜猜他是谁。世浩在一旁好奇地看着这一切，没想到儿子突然喊了声妈妈，这让静人吓了一大跳，因为这孩子从未见过他的妈妈。旁边的世浩也感到儿子的话很不礼貌，于是不由得责备起他来。静人见状赶紧阻止世浩，告诉他这样会吓到小孩，然后拿出一本有恐龙的图书来哄恩宇。安抚好恩宇之后，两人找了个没人的角落。世浩率先道了歉，表示他也不知道儿子今天怎么了，他以前没叫过别人妈妈。静人听出了世浩话中的含义，尽管努力控制自己的心情，还是忍不住露出了高兴的笑容。晚上，世浩去药店上班，却发现静人的男友来到了店里。两人在学校时是学长和学弟，毕业之后一直保持着联系。他这次过来是为了买可以安神镇静的补品给女朋友，因为他的女朋友最近情绪比较敏感。世浩表面上答应了，但转身后心里开始感到不舒服。买完补品，世浩送她出门，男友无意中提到他和女友最近在冷战，世浩忍不住询问是什么原因。男友说可能是因为他提出结婚，听说他们要结婚了。世浩心里感觉复杂，脸上却得装出高兴祝福他们。下班后，他
他去了他和晋人曾经约会的咖啡店，想起几天前他还在这儿，告诉晋人他已经放下了，但现在他脸上的失落说明了一切。男友把在世浩那买的补品给了晋人，因此他们聊起了世浩。男友觉得世浩挺可怜的，年轻时他交了个女朋友，那女人生了孩子后就消失了。说到这，男友不禁唏嘘，如果世浩对女朋友更好些，他可能就不会抛下孩子离开。晋人反问他，难道对他好，他就一定会留下吗？男友小心地问他为何反应这么大。晋人的话让男友感到不安，两人之间的气氛变得尴尬，但都尽力装作没事。回到家的晋人忍不住给世浩打电话，告诉他补品收到了。他知道补品是男友的心意，和世浩没太大关系，但晋人只是想找个理由和他聊聊。两人聊得很开心时，男友的电话突然打来，世浩理智地挂断了电话，心里再次感到难受，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在提醒他不要越线。第二天晚上，晋人和闺蜜外出吃饭，期间她去了一趟洗手间，回去的路上手机突然响了，是世浩打来的电话。晋人不自觉地慢了步伐，此刻世浩就站在街道对面。晋人问他有什么事打电话，晋人突然意识到他们正冒险。世浩说，如果这样你感觉有压力，那他以后就不再这样了。但晋人也弄不清楚他们到底哪一步是合适的，哪一步又是越界了。看到晋人眼圈红了，世浩差点忍不住过去，却被晋人止住。世浩结束了通话，失落地站在那里。晋人转身回店里，眼里却满是泪水。他明白自己不能再这样继续了，他得在失控前及时止步。第二天，他特意去公司等男友下班，想借机会修复他们的关系。碰巧男友的同事也认识世浩，同事说世浩最近看起来不太好，所以约他出来喝酒聊聊。晋人听着心里五味杂陈。世浩和同事一起去了餐馆，接二连三的喝啤酒，这让同事都吓了一跳。多年认识，首次看到他这么落魄。同事不断追问是什么原因，世浩坦诚地说是因为一个女人，而那个女人正在和男友享受烛光晚餐。晋人却心神不宁，他在回想同事的话，他知道世浩因昨天的事伤心，男友又提起结婚的事。晋人说再给他点时间，他会好好努力的。男友却问他们的关系是否已遭到需要努力，然后直接问了那个问题。晋人内心慌乱，但口头上仍是坚定的回答。男友再次严肃的提问，晋人的回答还是坚决。而在男友看不见的地方，晋人紧张的捏着桌布，帅气男士走进了图书馆，从书架缝隙里偷看那个让他心跳加速的女子。女子对世浩突然出现感到惊讶，她连忙跑去迎接，却没发现男友季硕就在她后面。这时男友从后面抓住了她，晋人被吓了一大跳，担心世浩被男友发现，但世浩已经躲开了，他们只是普通朋友。但面对纪硕缺乏自信，面对笑眯眯的男友，晋人找理由让他先出去等，然后又开始找世浩，但世浩已经悄然离去。世浩这么做让晋人气恼，他生气地问世浩为何躲藏，没做错事为何感到心虚。听世浩这样说，晋人心里也不好受，问世浩现在在哪里，想当面说明白。世浩说完后有点后悔，是他的冲动给晋人带去麻烦，本不该说出那些不一致的话。晋人整理好东西离开图书馆，看到男友的车停在面前，晋人心里犹豫了一下，但最终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回家路上看到站在路边的世浩，男友摇下窗和世浩问好，晋人却羞愧地低下头。他刚责怪世浩心虚，自己也是一样。男友说世浩家离这很近，以后可以让他偶尔送点东西到图书馆。晋人问这样你不介意吗？男友对晋人和其他异性朋友相处很宽容，也尊重晋人的个人空间。男友的信任让晋人感到温暖，也坚定了他的决心。晚上晋人给姐姐打电话，把发生的事都讲了。姐姐听后并不意外，毕竟晋人还未婚，她希望晋人考虑自己的幸福做出选择，在他们俩人之间做出明智的决定。接下来的日子，晋人就没再联系过世浩，但每次经过药店，总是情不自禁往里面望一眼。去闺蜜家吃饭时，也会不自觉地看向世浩的家。世浩也想知道晋人最近怎么样，但他始终忍住没联系他，因为不想给晋人添麻烦。快控制不住想他的时候，就去篮球馆打篮球，发现直到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有天晚上，晋人的好友去药店买东西，世浩立刻认出是晋人的朋友，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起来。好友随后把这事告诉了晋人，晋人原本平静的心情又开始波动不安。第二天晚上，世浩在聚餐，晋人突然发信息说要买药，世浩看到后马上回药店。他们心里都清楚，晋人其实只是想见见世浩。之后，世浩开车送晋人回家，对上次的事表示歉意。那天不该那样冲动去找他，也不该说那些话，明明说过要放下，却让晋人感到尴尬，心口不一。晋人说他不必自责，知道世浩是好人，为了不让他难做选择，世浩准备默默单恋，不再怀揣幻想，也不会联系晋人，只希望在看不见的地方偷偷看着他就好。晋人听后不同意，问为什么他可以悄悄看他。他想他时应该怎么办，明明是相爱的一对，却在不合适的时候相遇，越是强压感情，心中的爱火越旺，两人都陷入迷惘，不能更进一步，后退又不甘。晋人和男友的结婚日越来越近，男友在吃饭时提到晋人姐夫让他转账的事，男友表示会尽力帮忙，
因为将来他们是一家人，这让晋人有点不开心。他心里或许总是排斥家庭之间过分纠缠，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他不愿与男友成家。男友似乎察觉到了晋人的心思，询问他是不是真的不愿意嫁给他。男友的直言让晋人感到愤怒，他追问男友家的真实态度。男友家其实一直看不上晋人，觉得他配不上他们家，这些男友早就清楚，但他始终没采取行动。晋人为此曾尝试过改变，但现在让他假装高兴，去讨好男友家人，他做不到这一点。本是温馨的烛光晚餐，最后却不愉快的结束。第二天早上，世浩在药店工作，一个女生来买解酒药。听到解酒药这词，世浩又想起和晋人初次见面，一股思念泛滥成灾，让世浩烦躁不安。因为上次 KTV 聚会，晋人妹妹和世浩朋友互有好感，和世浩晋人复杂的关系相比，他们俩轻松自在。聊天中谈到了世浩，朋友透露世浩近来喜欢上了某人，他好奇那女孩长啥样，因为世浩这么深陷还是第一次。妹妹不经意间告诉了晋人，妹妹感慨那女孩到底有何魅力，她不知道自己正谈论的就是晋人。晋人得知世浩近况不佳，心里觉得难过。次日下班忍不住打电话给世浩，电话却没人接，晋人直接跑到世浩家，质问他为何不接电话。世浩解释手机设置成了震动，然后询问晋人找他有何事。听完晋人的来意后，世浩满脸无奈，告诉晋人他不该来这里找他，明明不想让世浩接近，却在关键时刻出现，搅动他心绪。晋人的突然亲昵让世浩吓了一大跳，紧接着晋人眼眶泛红，泪流满面。这时候谁能懂他内心的疼痛？知道和己硕的婚姻不会幸福，却始终下不了决心和世浩在一起。目睹晋人悲伤的样子，世浩情不自禁地安慰他。他们走进了附近的面馆，一碗普通的拉面引发晋人的食欲，这拉面的味道胜过之前的。烛光晚餐多了不知多少倍，果然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吃啥都感觉幸福满满。饭后世浩陪晋人回家，恰巧遇见晋人妹妹和朋友在一块儿，妹妹热情邀请世浩和朋友来家里坐坐。听说世浩要来，晋人赶忙收拾房间。世浩进门时，晋人尽力保持镇定，妹妹硬要带着朋友去买啤酒，留下世浩和晋人两人在家。两人尴尬却又暗自窃喜，还没来得及说话，晋人的手机响了，是她男友己硕来的电话。他们自上次争执后就一直冷战，己硕询问他们的关系该如何处理。世浩复杂地注视着晋人，比起喜悦，更为晋人的难决心感到心疼。电话那头的己硕一脸困惑，不解他为何提出分手，而电话这头的晋人却答不出来。电话挂断后，晋人先开口说话，他说分手并不是为了世浩，他们的感情本身就已经有裂痕，所以希望世浩不要有负担。这时晋人妹妹也买好啤酒回来了，四人围桌开始吃烤肉。晋人妹妹忍不住问世浩，是哪位女士让他如此迷恋？突然门铃响了，是被分手的己硕来找晋人。为了避免尴尬，晋人没有让己硕进来。晋人妹妹提议继续喝酒，但世浩心神不宁，想要打探门外发生的事。妹妹也注意到了他的异样，门外的争执声音越来越响，担心打扰到邻居。己硕建议换个地方谈，妹妹听见吵闹出门劝阻，不小心把一只男鞋踢出去。己硕的突然造访让聚会气氛一落千丈。世浩离开后，晋人也感到茫然，她与男友正式分手，习惯的生活轨迹发生了改变，她不确定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世浩回到家沉思良久，他不想看见晋人那般难过，但事情还是不受控制的发生了。这一夜对他们三个人都是漫长的不眠之夜。第二天己硕下班时，偶然发现世浩的鞋子竟然和昨天晋人家的一样，他对世浩产生怀疑，纠结是否要询问。没想到世浩主动坦白，他承认昨晚在晋人家的是他。己硕听后反而松了一口气，还笑了笑自己刚才多疑，现在想来他和晋人怎么可能有什么？世浩只是一个药店工作人员，被前女友抛弃还独自带孩子，这条件和他相比差太多，晋人怎会放弃他，去选择世浩呢？世浩笑中带着苦涩，因为己硕说的都是实情，他真的不如己硕，也不配得上晋人。此刻的晋人家，聪慧的妹妹察觉了一些事，她猜世浩喜欢的人是晋人，晋人没有否认，坦言他也喜欢世浩。妹妹说己硕和世浩在一起吃饭，晋人听了吓了一跳，害怕两人会有冲突，只好打电话给己硕，想找个办法让他们分开。晋人提出想让己硕来家谈谈，己硕听了兴奋得不得了，还误以为晋人想和他复合，但世浩心里却开始不舒服。己硕也察觉到世浩情绪的异样，旁边的朋友急忙解释说世浩喝多了，己硕最终还是站起身离开了。世浩心中非常不痛快，明明两人已经结束了关系，为何还要让己硕去他家？己硕这才彻底放下心来，他原本还担心晋人变心，但如果对手是世浩，他就根本不操心。妹妹好奇地问他原因，己硕解释说世浩是个单身爸爸，一个人抚养孩子，这样的人怎能成为他的情敌？晋人尴尬地看着妹妹，他担心妹妹会因此而看不起世浩，妹妹却表示会支持姐姐的选择，然后给了姐姐一个温暖的拥抱。第二天一早，晋人给世浩打电话，有了妹妹的支持，晋人对自己的决定更有信心了。她决定和多年男友分手，因为她爱上了他的好朋友，男友却误以为她只是在闹脾气，随便安慰几句，自以为问题解决，
但此后男友和世浩之间气氛开始紧张起来，打篮球时总发生摩擦。篮球赛后，两人还尴尬地共乘一车去吃饭。这时金人打电话给世浩，世浩感到突然的紧张。纪硕见状鼓励世浩要勇敢追求爱情，他却不知电话那头是他刚刚和他提分手的前女友。金人不知道两人在一起，他询问世浩是否在药店，世浩说他今天出来打球了。金人听出了世浩的暗示，意识到纪硕可能在世浩旁边，于是他急忙想挂断电话，但世浩心中却突然升起愤怒。明明金人已经提出分手，他们为何还要遮掩？因此他有些生气地对金人说。金人不懂为什么世浩突然生气，紧接着他听到世浩叫纪硕停车，说他要去见心仪的女孩，然后他快步朝金人的方向走去。他在这份感情中一直忍耐着，但现在他不想再秘密行事。相互倾慕的两人终于在这个宁静的夜里相拥。面对纪硕的误会，金人请世浩给他一点时间，他要正式和纪硕说清楚分手。世浩的回应也让金人感动落泪，他告诉他不必急躁，我愿意等你，不论要多久。他们分别之后，世浩一个人走在满地樱花的街上，他已经记不清多久没这么快乐过了，忍不住给金人发下了眼前美景的照片。从今以后，所有的幸福时刻他都想和那个心爱的女人一起分享。第二天，世浩邀请好友到家里共进晚餐，向他透露他心仪的女人就是纪硕的女友静人。朋友们听后大吃一惊，世上女人那么多，偏偏就爱上了他。但爱上一个人又不是能控制的。静人也在咖啡店和纪硕见面，打算彻底跟他说清楚分手的事，但纪硕以工作忙为由爽约了。静人忍不住在电话中和他争吵，在他们交往的4年中，什么事都比他重要，总是静人在追逐纪硕的影子，并主动付出爱。静人愤怒地起身走了，想去找闺蜜，却在楼下遇见了世浩和他的朋友。两位朋友见状聪明地走开了。世浩得知静人没吃饭，便带他去了上次的餐厅。世浩告诉他已经把他们的关系告诉了朋友，今后不必再秘密交往。第二天，静人又约了纪硕出来。纪硕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在静人开口前就先开口道歉。他也不觉得他们之间已经到了分手的地步，他请求静人再给他一次机会，如果还是不行，到时再分手也不晚。同时说他父亲想见见静人。静人没有多说，只是答应独自去见纪硕的父亲，但愿到时候纪硕不会出现。第二天，静人准时到达了餐厅，然而纪硕的父亲迟迟才到，静人的话反而产生了相反的效果。纪硕的父亲认为他很适合做儿媳，因为难得到的才更加珍贵，让纪硕赶快努力把静人迎娶回家。纪硕因为得到父亲的支持而更有信心了。与此同时，世浩带着孩子来到了静人工作的图书馆，静人看到他们也忍不住露出了喜悦。但就在这时，纪硕发来了短信，说他要到图书馆来找静人，而且很快就到。静人急忙将世浩叫出了阅览室，他努力隐瞒自己慌张的心情，并希望世浩带孩子从后门离开。这番话却让世浩感到了深深的痛楚。难道他只能像贼一样躲躲藏藏吗？他受多大的伤都没关系，但不能让孩子也卷入这些事情。世浩没有采纳静人的建议，他带着孩子堂而皇之的从正门离开，刚好在门口遇见了刚来的纪硕。纪硕想起上次在这里见过世浩，忍不住问他是不是经常来这儿。世浩平静地说他来过几次，因为这里的书很好，然后就带着孩子准备离开。纪硕感觉到刚才的怀疑可能伤害到了世浩的孩子，为了对自己的冒失道歉，纪硕硬要把一个红包塞给了世浩的孩子。之后他进了图书馆，却看到静人眼圈泛红，站在那里。纪硕急忙问他发生了什么，静人只是不停地对他说对不起，然后起身跑了出去。看到这幕的纪硕终于明白了一切，他一直怀疑又否定的荒唐想法竟然真的发生了。世浩的母亲听说他有了新欢，十分高兴，他庆幸世浩能从过去的感情中走出，但当知道女方是图书馆的老师，出身好家庭还未婚，他马上开始反对，认为儿子配不上对方，并劝世浩不要高攀，还是实实在在找个情况类似的离异女性，他们的境遇更相似。但通常听父母话的世浩这次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不愿意被那些规矩束缚，即使觉得自己不配得上静人，他还是想要全力去爱一次。世浩这番话让静人眼眶泛红，他慢慢走到世浩面前，拿出一个贴着恐龙贴纸的手机给世浩看。世浩马上就懂了静人的意思，他不只是会爱上世浩，还会好好的爱护世浩的孩子，这是他给予世浩的承诺，也是世浩从未敢想象的结果。另一方面，经过几天的沉默后，纪硕决定找世浩谈一谈。他向朋友要了世浩的地址，看样子世浩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天。他告诉朋友把地址给纪硕，纪硕很快就按照信息上的地址来到了。两个男人最终以情敌的身份坐下来谈话。世浩把和静人之间的一切都坦白了，他原本打算把这份情感深藏心底，但纪硕却一再轻视他，甚至贬低他的儿子，这是他无法忍受的。这一次他绝不会再退让。恋人之间最大的悲哀就是被不喜欢的人假装喜欢的相处。但纪硕听了这些依然无法接受现实，他装作镇定的让静人上楼休息，从明天开始就当做他们之间什么都没发生。纪硕还不知道，正是这种态度让静人对他的爱慢慢消失。在纪硕心里，静人总是那么容易应付，静人无论如何表达自己的不满都不能引起纪硕的重视，他总是草草道歉，第二天就像什么都没发生。
即使事情已经走到了这一步，纪硕还是老样子。以前的晋人或许会动摇，但现在的他已经决定了，即便没有世浩的出现，他也会选择分手。那天晚上，晋人回到了父母家，告诉他们他和纪硕分手的事。父亲听后果然非常生气，他问晋人是不是太挑了，好像连难得一见的富家子弟纪硕都不放在眼里。晋人承认纪硕条件不错，但相处下来越来越发现，纪硕并非他心中所想。与其优渥的物质生活，他更希望有个温馨的伴侣，并坦言他心中已有所属。父母一听，气得理不顺，认为他被那些幻想小说迷了心。不过晋人无论如何都没打算退步，世浩的父母也在劝他，母亲甚至给他安排了相亲对象，相亲的都是离异的女性。世浩向来顺从父母，但这次他却坚定反常。他向父母保证会结婚，但他强调妻子只能是之前说的那个女生，是晋人让他期待幸福的日子。一想到晋人，他就忍不住会心一笑。更让他幸福的是，终于可以不用隐藏对晋人深沉的爱意，晋人也能在药店门口大大方方等他下班。被同事撞见，晋人还会主动介绍自己。他们回到了最初相遇的咖啡馆，愉悦地望着对方，毫无保留地交谈着。晋人突然的表白让世浩愣住，然后他直接走出了咖啡馆。晋人急忙追了出去，没想到世浩在外面默默抹泪。晋人看到之后开玩笑说他是个多愁善感的男人。那晚晋人被世浩送回家，刚到家门口手机就响了，明明刚刚分别，内心却已经开始思念，就像所有恋人一样。他们在街上拥抱，在公园里接吻，一同去餐厅用餐，还忍不住互相打闹。这一切恰巧被纪硕的朋友看见，这位朋友还不知道他们分手了，误以为晋人有了新欢，于是急忙打电话告诉纪硕。纪硕一听，怒气冲冲地冲向餐厅。他刚到就见到纪硕和晋人手拉手走出来，两人看见纪硕也尴尬了，两人越走越近。晋人急忙推开纪硕，纪硕还不承认他们分手了。他愤怒地质问晋人，好像晋人在做不道德的事。世浩终于忍不住了，走上前去拉住纪硕的衣领。幸亏晋人和朋友及时制止了他们，纪硕还在那儿大声叫嚣。世浩掏出车钥匙，看着还在叫嚣的纪硕，世浩很想给他一拳，但他还是忍住了。他不想动手，想要用理智解决问题。在送晋人回家的路上，世浩开始讲起他的前女友。前女友生下孩子就去了国外，起初他既生气又害怕，不知道怎么独自抚养孩子，甚至想过去国外找他，还想过把孩子送孤儿院。但时间一长，世浩的想法改变了。或许前女友也有他的苦衷，可能是因为世浩不知道的事情累了，他逐渐接受了现实。纪硕现在可能和之前的他一样，需要时间接受分手。纪硕正陪朋友喝闷酒，不停念叨着世浩的名字，让他难受的可能不是分手，而是输给了世浩。他给父亲打电话，问为什么不告诉他那天谈话的真相。父亲的话让他更没面子，自认为各方面都优秀，怎么会输给单亲爸爸？他决心不管谁阻挠，都要把晋人追回。晋人父亲也在担忧，他在纪硕家公司工作，本来快成董事长亲家了，女儿却甩了董事长的儿子。他在纪硕父亲面前坐立不安。纪硕的父亲说晋人似乎外面有了新欢，所以他才和纪硕分手。问晋人的父亲是否知情，晋人的父亲吓得不轻，急忙否认这种可能，说晋人和世浩的分手只是一时冲动，他会去劝劝女儿。晚上世浩送晋人回家后，晋人进电梯时，两人眼神中都流露出不舍。世浩果断地按住了电梯门，两人对视而笑，好像不需要多余的语言。两人一起走向晋人家，楼道里弥漫着暧昧的气息。但出乎意料的是，晋人的父亲正等在家门外。世浩有点拘束地走了上去，礼貌地打招呼。晋人的父亲却不怎么理睬，甚至完全忽视世浩。世浩只能尴尬地告别，然后一个人离开。晋人对父亲的冷漠很不满，而他父亲也怒火中烧。晋人放弃了像纪硕这样的富二代，却和刚才的那个男人在一起。父亲斥责他不自重。现在的流言蜚语四处传播，他要晋人马上和世浩分手，重新回到纪硕身边。晋人听了感到难以置信。父亲明知他不爱纪硕，还是希望他考虑家人的感受，并且那样的话自己在纪硕家也能受新鲜。晋人心里感到很伤心，他想到了刚才被父亲冷落的世浩，打了很多电话都没人接，索性直接去世浩家。原来世浩去看望儿子了。他告诉晋人家门密码，让他先进去等他。晋人小心翼翼地打开门进了屋，开始仔细打量世浩的家。世浩也在赶回家的路上，每个红灯都让他焦急。回到家，他故意按了门铃。世浩显然被晋人的话触动了心弦，冲进屋里。每个人都以为他们能猜到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但他们及时收住了。对于心灵深处已经完全契合的两人来说，反而没有急于迈出那一步。晋人吃完晚饭后，世浩体贴地给他倒了杯水。晋人依靠在世浩的肩膀上，聆听世浩为他朗读书中的文字。此刻晋人感到之前所有的愤怒与委屈都烟消云散了。只要能和对方在一起，似乎做任何事都感到幸福。工作不忙的时候，晋人也会来药店附近和世浩一起吃午饭。世浩之前一个人时，就梦想着现在的场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和心爱的人一起在公园里用餐。尽管这是件小事，但世浩却觉得非常幸福。晋人提议下次约会时，可以把世浩的儿子也带上。他从没想过晋人会接纳自己的儿子。
晋人的这个举动让他觉得他就像天使一样。朋友得知他们在一起后，不禁劝晋人，他知道世浩是个好男人，但如果和世浩结婚，年轻的晋人就会成为别人的继母。而看看纪硕，虽然有点大男子主义，但他的条件确实要比世浩好很多。晋人听后只是微笑，没有回应。纪硕此刻正在向父亲道歉，因为他上次喝醉了，确实失态了。父亲似乎并不在乎那次失态，只是询问晋人真的有其他人了吗？纪硕沉默了一下，可能是男人的自尊作祟。纪硕不想让父亲知道这么丢人的事，所以他否认了。父亲说既然这样，就准备结婚吧，还说要找朋友挑个吉日。看起来在纪硕父亲看来，处于劣势的晋人连分手的权利都没有。晋人的父亲也邀请纪硕出来吃饭，尽管亲眼看到过晋人和世浩在一起，但晋人的父亲对这件事却保持沉默，还向纪硕解释晋人所谓的分手缘由，那不过是一时生气说的话，然后督促纪硕尽快定下结婚日期。在两家人的私自安排下，纪硕竟产生了能够挽回晋人的错觉。当晋人得知他父亲与纪硕私下见面，他也十分愤怒。为了完全打消他父亲的野心，晋人再次找到纪硕的父亲，希望他能像一开始那样反对他和纪硕的关系。但这个精明的老人已经察觉到了端倪，甚至已经让私家侦探拍到了他和世浩约会的照片。尽管他在内心并不看好晋人，但他那颗妇人的自尊却不容他人踩踏，特别是世浩这样的单身父亲。因此晋人的努力没有结果。纪硕的父亲让秘书把照片交给了纪硕，是否继续与晋人交往，由纪硕自己做决定。看着照片中晋人真挚的笑容，纪硕的嫉妒心达到了极点。世浩正在计划带晋人回家见父母，没想到他一挂电话，晋人就在楼下偶遇了世浩的母亲。世浩的母亲见过晋人后，虽言语未明，但从表情就能看出他非常满意晋人。当世浩下楼去找晋人时，他的母亲还偷偷在窗户边观望。晋人告诉世浩，纪硕想单独见他谈谈。世浩听后并没有生气，因为他相信晋人能妥善处理一切。随后晋人前去和纪硕见面，纪硕带他来到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并将一枚结婚戒指递给了晋人。明明已经分手了，晋人没想到纪硕会这么冲动，他只能默默地把戒指还给了他。但纪硕看到这一幕后，双手插兜，没有给晋人任何拒绝的机会。世浩在家照顾儿子，内心升起一丝不安，在考虑是否应该给晋人打电话，但又觉得这样做不太合适。晚上晋人回到家，那枚戒指他最终还是没能归还。妹妹看到后忍不住责备晋人，如果换成他肯定当场就把戒指扔了。晋人说他也曾想过，但一想到他跟纪硕之间并没有不可调和的仇恨，就觉得没必要那么做来伤害纪硕。虽然这么说，但那戒指在手里就像烫手的山芋，晋人的善良可能会引来纪硕的误解。果不其然，第二天纪硕上班时神采奕奕，看他那模样，仿佛第二天就要结婚似的。同事们闻言赶紧打电话给世浩，询问他是否跟晋人分手了，因为晋人似乎接受了纪硕的求婚戒指。听到这个消息，世浩心里百感交集。他在信任晋人，心里还是遮不住失落。他没找晋人，反而打电话给纪硕，约他晚上面谈。世浩提前到了约定的地方，正巧接到了晋人的短信。他刚想回复，就看到纪硕出现在门外。纪硕还未进门，两人间的紧张气氛已经明显。世浩直接追问纪硕，他打算缠着晋人到什么时候。纪硕却像个圣者一样悠闲地喝着咖啡。世浩心知纪硕的心思，相较于真心喜欢晋人，纪硕更在乎的是不甘心，因为他无法接受自己输给一个单亲爸爸。他劝告纪硕还是止步为好，不然大家都不好看。纪硕却似乎不以为意，他不懂世浩哪里来的自信，难道世浩真以为晋人的父母会接受他？他甚至能想象世浩被晋人的父母羞辱的情景。但对世浩来说，得到晋人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晋人也从世浩的朋友那里了解到两个男人见面的事，他立刻跑去闺蜜家等世浩。楼道传来脚步声，晋人有些紧张，他担心世浩会因为戒指的事生气，跟闺蜜说如果自己倒霉，记得收留他。然后他跑上楼去按门铃，世浩迟迟才打开视频通话，告诉晋人他在洗澡。一听到洗澡两字，晋人不自主地开始遐想，想到世浩可能一丝不挂地和他说话。世浩让他等在门外10秒，但晋人却偷偷输入了密码，悄悄地躲到了浴室门外，从后面紧紧抱住了他。世浩根本就没有对晋人生气，即使他接受了纪硕的戒指，他知道晋人的心还在他这里。然后他问晋人想喝点啥，晋人选了啤酒。两人坐下来谈起了戒指的事。面对纪硕的强硬态度，他曾想当场扔掉戒指，但他觉得自己无权这样做，因为在和纪硕分手上，晋人是加害者，所以他希望世浩能理解。说到这儿，晋人眼眶泛红，世浩看到后忍不住擦掉他的泪水。一个刚洗完澡，另一个喝了酒，看来今晚两人都要彻底交心。世浩前一晚经历了一场激烈的较量，却在天还没亮时悄悄起床，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间，感觉自己像打了10场篮球一样疲惫，然后就倒在沙发上，一睡到太阳高照。醒来一看，吓了一大跳，晋人就站在眼前。晋人问他为啥不和他一起睡，世浩一副苦笑，解释说晋人睡觉太不老实，昨晚不知被踢下床多少次。世浩开玩笑说今后不准晋人在他家过夜了。晋人眼珠一转，直接躺到沙发上，
说以后会紧紧抱住世浩睡觉，这样他就不会掉下床了。俩人你来我往斗着玩，世浩的情绪又被点燃了。许久之后，晋人满脸通红的回到楼下朋友家，但朋友的脸色很严肃。原来纪硕刚给他打了电话，说要来拜访，其实是借看朋友的名义来找晋人，来探望楼上的世浩，查看他有没有和晋人做出不当之事。纪硕输给了在各方面都不如他的世浩，纪硕的举动变得更加失控，他像是一只想夺回猎物的狼。闺蜜担心晋人抵挡不住长时间的压力，晋人却坚称无论遇到何种困难，他都不会选择和世浩分手，更不会重新回到纪硕身边。纪硕父亲也有同样的看法，自从知道晋人因为移情别恋而分手，他心里就对晋人完全失望了。他之所以支持儿子追回晋人，仅仅是为了挽回家族的面子，实际上他已经为纪硕寻找了新的结婚对象。得知这些后，晋人父亲也很是焦虑，他意识到自己无法通过纪硕家提升地位了，无奈之下，他只能请求女儿带世浩回家见见。第二天午后，晋人的妈妈找到他，说爸爸同意见见世浩，本应是件令人开心的事，但晋人的脸色看起来很不对劲。他决定跟妈妈坦白，他告诉母亲他喜欢的男人其实还有一个孩子。母亲一听这消息，吓得说不出话来。对于他们这样的父母来说，这个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晋人哭着向妈妈道歉，他知道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他也曾经努力拒绝，但最终还是没能抗拒。他真的太爱那个男人了。母亲看到这情景也忍不住流泪，心想自己宝贝女儿刚嫁为人妻就要当后妈了。母女俩情绪稍微平复后，晋人仍然恳求妈妈见一见世浩，但从母亲的冷漠表情中可以看出，她很难接受世浩。伤心的晋人在观影室偷偷擦泪，世浩推门进来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晋人1秒前还在伤心，看到世浩就仿佛所有烦恼都消失了。世浩告诉他不要紧，毕竟任何父母都希望女儿能找到一个好的归宿。他承诺要向晋人的父母展示自己的诚意。他好奇地询问晋人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的，晋人如此积极，让他也不愿示弱。在男性的角度看，世浩自然回应了晋人的热情。短暂的甜蜜过后，他们一起离开了影视室。世浩决定今天不去药店了，他要陪晋人度过他的工作时间。晋人递给世浩一本书，示意他帮忙放到书架上去。但世浩的下一步行动让人脸红心跳，或许是因为最近太过劳累，不久世浩就开始感到支撑不住。他们在图书馆里无拘无束地打闹嬉戏，最终他们一起把书本放回了书架。世浩和晋人的打闹格外热闹，而他们不知道的是，纪硕已经在图书馆外等候多时。下班时分到了，果不其然，世浩和晋人笑着走了出来。上车前，世浩说要打个电话，让晋人先在车里等他一下。原来他已经注意到了纪硕在不远处的蹲守，他打的电话也是给纪硕的。纪硕没有接，而是始终盯着世浩。在回家的路上，世浩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晋人，只是不断通过后视镜往后看。回到家后，他以停车为由让晋人先上楼，而纪硕果然跟踪到了这里。看到晋人和世浩似乎住在一起了，纪硕并没有因此感到愤怒，他现在的唯一目标就是从世浩身边夺回晋人，其他的一切他都不在乎。世浩听后就让他快点离开，因为晋人很快会打开窗户向下看，他不想让晋人看到他的前男友如此不堪。纪硕对此毫不在意，他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带走晋人。两人之间的气氛越发紧张。就在他们即将动手之际，晋人冲出了楼门，他同意了纪硕的请求，让纪硕可以随意与他身边的任何人联系，也可以不分昼夜给自己打电话或是和他见面，晋人全都会奉陪到底，直到纪硕把心中的不甘，直到他把所有怨气都释放出去。但他绝不能容忍的是让纪硕去折磨世浩。如果纪硕还继续找世浩的麻烦，不管是谁，他都会全力以赴地进行反击。听到晋人这番话，纪硕感到内心极度的痛苦，并最终意识到自己彻底输了。他喝醉酒去找父亲，请求父亲不要再在公司里为难晋人的父亲。父亲问他是否打算放弃，那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晋人他才会落得如此狼狈，所以他更加不能松手，哪怕使用所有不光彩的手段，他都要取得最终的胜利。清醒后的他将父亲拍的照片寄出，收件人是晋人的父亲。他想看看晋人的父亲知道女儿喜欢上了一个单亲爸爸之后会有什么反应，而晋人却浑然不知，正准备和世浩出去约会。不同的是，这次带上了世浩的儿子，他们驱车前往游乐场。尽管这是世浩第一次带儿子约会，但他们3个人却相处得非常融洽，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晋人拿出手机里的照片给世浩看，建议他将床头的照片换成这张，可能因为幸福来得太突然。世浩握着手机一时语塞，晋人见状就跑到恩宇那里，跟恩宇耳语了几句。恩宇走到世浩旁边，向世浩传达了晋人的话。世浩心里明白，晋人是在向他求婚，他让儿子在那里等他一下，然后走到晋人身边，问他是否真的愿意融入他们的世界。世浩强忍着眼泪走向晋人，与他紧紧拥抱。就在两人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时候，晋人接到了妈妈的电话，但逃避终究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想要和世浩正大光明的在一起，就必须要获得父母的同意。晋人回到了父母家，妈妈催他快逃，否则爸爸会打得他很惨。但晋人已经准备好迎接命运，他跪在父亲面前，承受着他的愤怒。父亲怎样责骂，他都坚守自己的选择，这让父亲非常生气。
质问他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晋人哭着向父母道歉，他知道自己会让他们难过，但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心。父亲看到女儿哭泣也心软了，最终做出了妥协。他不强求晋人和己硕在一起，但坚决反对一个单亲爸爸做女婿。晋人却同样固执，坚称非世浩不嫁。父亲气得想动手，幸亏母亲及时制止，父女俩最后还是没能和好。第二天，晋人去了己硕父亲家，把己硕父亲让人偷拍的照片还给了他。这些照片虽然让家里乱了套，但也让晋人有机会坦白一切。他感激己硕父亲的无意帮助。他来这里是为了2件事：第一，要拿回底片；第二，要把婚戒还给己硕。己硕接过戒指后，愤怒地扔了出去，认为不被接受的情感如同垃圾。他还告诉晋人，那些照片是他寄给晋人父亲的，因为不想自己一个人受伤。晋人则低姿态向己硕道歉，说这一切都与世浩无关。他希望己硕的怒火都能冲他一个人发泄，千万不要波及世浩。己硕听了，心疼又生气，质问世浩是什么人，为何竟然如此保护他，感到一种无力。他不再渴望任何东西，只希望晋人能回到他身边。晋人的话像是告别，标志着他们感情的彻底结束。现在的晋人冲破一切障碍，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爱着世浩。第二天，世浩的妈妈找到了他的同事，他询问了恩宇妈妈的近况。恩宇妈妈生下恩宇后就消失了。世浩刚开始新恋情，他妈妈却开始担心恩宇，害怕恩宇妈妈会突然回来捣乱。同事让他不用担心，因为据了解，恩宇的亲妈在国外已经有了新家庭。听了这话，世浩妈妈终于放心了。接着他们聊起世浩和晋人的事，恰巧晋人妈妈也来到了店里，听到女儿的名字，晋人妈妈不由自主地竖起了耳朵。世浩妈妈考虑过要把恩宇的抚养权转到自己这里，这样世浩和晋人交往时的压力会小很多，毕竟对方是未婚女青年。但他又一想，这样做对两人都不负责，恩宇也不该承受这些。一想到恩宇没见过自己妈妈，他心里就难受。晋人妈妈听到这里也愣了，也许因为同为母亲，她能理解世浩妈妈的难处，为儿子操碎了心。她不由得走了过去，世浩妈妈也很快认出了他，两个人找了个公园坐下谈心。世浩妈妈把家的情况都说了。晋人妈妈听说世浩以前的遭遇和这些年的艰难，开始觉得世浩是个可靠的人，值得女儿托付。同事回到药店，告诉了世浩见过他妈妈的事。世浩有些生气，6年了，他们家什么时候才能摆脱那个女人的阴影？不只是妈妈，连世浩自己也害怕那个女人会回来夺走恩宇。但同事说那个女人已经重组家庭，似乎也有了新的孩子，劝世浩不要怨恨，放下过去，好好和晋人一起生活。说起来容易，世浩心里怎能没有怨恨？如果是他自己可能还能忍受，但那个无情的女人竟然抛下了恩宇。想着恩宇从小到大都没能见到妈妈，世浩心头的怨恨就是放不下。他走到街边的小酒摊，喝得酩酊大醉，最终是朋友搀扶着他回了家。晋人看到他喝成那样，急忙问世浩出了什么事。世浩反问他会不会也像前任一样，在将来的某一天突然离他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许自从6年前被前任抛弃的那一刻起，世浩的心里就始终没有真正愈合，他再也不愿意承受同样的痛苦。所以他问晋人，他能保证永远不变吗？面对这样的问题，晋人已经不愿意回答了。难道他所做的一切还不能证明自己吗？带着一丝伤心，晋人离开了世浩家。看到这情形，朋友立刻追了出去，向晋人解释世浩是因为喝醉了才会这样说。但晋人想知道的是世浩为什么会喝那么多酒。朋友或许因为职业操守，说是因为世浩得知前女友结婚的消息。听到这里，晋人感到心寒。他和世浩在一起这段时间，不管经历了多少困难，他都没见过世浩喝到这种程度。既然他对前女友念念不忘，他决定让他去找前女友去吧。晋人回到自己家，没想到己硕正等在家门口。己硕看起来也喝了不少，己硕说他有点想他，所以过来看看他。晋人心里感到哑然，看来男人们都是一个样，喝醉了就开始想起前任。但和世浩不一样，晋人和己硕无论心理上还是身体上都已经没有任何牵扯，结束了就是结束。第二天，世浩从宿醉中醒来，正好接到朋友的电话。世浩问朋友他昨晚没说些什么奇怪的话吧。朋友听后问他真的记不得了吗？昨晚他对晋人说的话不仅奇怪，简直是太过分了。晋人离开时看起来非常伤心。听说这些，世浩感到头痛愈发严重，他整天给晋人打电话，但晋人一直没有接听。终于等到下班时间，晋人才接了世浩的电话。他们在咖啡店里见面了。世浩满怀愧疚地向晋人道了歉，他承认昨晚喝醉了，说了那些话，但那些并不是他的真心话。晋人却不这样看，他清楚地记得世浩昨晚说的每一句话。你可能认为我在钻牛角尖，但世浩那个也字已经把他和前女友相提并论了，认为他可能也会像前女友那样不负责任地离开。这种不被信任让晋人感到很难过。别人可能觉得无所谓，但他做不到。他们本来沉浸在爱河中，这一次却像是冷水浇头，因此他需要时间去思考他们的感情。世浩望着空荡荡的房间，不由自主地走了出去。他无法忍受失去晋人的生活，所以他必须去修复晋人的受伤心灵。他到了晋人家门前，按响了门铃，但晋人始终没有回应。这时他父亲打电话让他回去，
母亲告诉他之前和静人妈妈的见面，说静人妈妈是个很好的人。了解他们家情况后，他并没有看不起，反而感同身受的哭了。父母嘱咐世浩要珍惜静人，不要辜负他和他妈妈的期望。听这话，世浩心里更是难过，他恨自己伤害了那么爱他的静人。静人的母亲也再次找到了静人，告诉他见过世浩母亲的事。听了世浩母亲的话，他感觉到世浩是个温柔善良的人，因此不再反对静人和世浩的关系。静人听了不禁泪流满面。这段时间他承受了太多的反对，母亲的支持让他感到了支持，让原本孤单的他感受到了温暖。但接下来的几天，静人还是没有跟世浩见面，世浩变得越来越消沉。没有了静人，世浩真的难以再感到快乐。同事看他这样，建议他不如辞职回家。这时他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他，他们俩的冷战被纪硕知道了。纪硕抓住机会开始活动，女人故意不接男朋友的电话，内心却希望电话是他打的，心里极度思念，表面却装作若无其事，说是需要时间考虑恋情。旁边的妹妹看不过去，忍不住讽刺了几句。妹妹说的其实没错，她脑海里全是世浩，总是忍不住想联系他，但想到世浩因为前女友喝醉的样子，心里就过不了那个坎。世浩也为此烦恼。得知纪硕想趁虚而入，世浩终于忍不住了，他找到纪硕的公司，把他叫了下来。世浩记得自己曾经警告过纪硕，别再打静人的主意。纪硕那种死缠烂打，真是太低级了，怎样才能让他彻底死心？纪硕一副轻松自在的样子，告诉世浩，你要是放弃静人，我也就放手了。纪硕其实早已不在乎静人喜欢谁，他只是不想输给世浩而已。他还取笑世浩，说你那点廉价的浪漫根本满足不了静人，他很快就会厌倦，然后把你甩了。听到这些，世浩终于忍不住发火。他之前还考虑着两人的旧情，不想把事情搞得太难看，否则你那违法偷拍的事就能让你和你爸爸喝上一壶了。如果纪硕还继续纠缠不清，他不介意让这事公开。纪硕被世浩的话激怒了，他不会输给世浩这种小角色，于是他直接联系了静人的父亲，晚上想找他出来敲定自己和静人的结婚日期。静人的父亲听了也很震惊，纪硕难道不介意女儿已经有其他男人了吗？他怎么都没想到。此刻纪硕心中嫉妒与愤怒早已生根发芽，只要能满足他的竞争欲，爱不爱已经不重要了。晚上世浩回到了药店，为昨天私自请假感到抱歉。大姐同事严厉地批评了他，说他这样非常不负责任，希望他以后不要再这么做。本就心情不佳的世浩被同事训斥后更加难过，但刚刚还生气的同事出门转角就笑了，偷偷地往药店里面看。世浩到后面去换衣服，没想到静人已经在那里等他。这时他才明白被大姐耍了。静人说他是来买药的，世浩急忙问需要什么药，立刻去帮他找药。世浩听了也笑了，静人说不用找了，但世浩不想让他就这么做。一个充满思念和歉意的吻，这对冷战的情侣终于和好了。但他们没想到的是，静人的父亲已经到了预定的餐厅。纪硕的父亲开门见山，说会给他更好的工作职位，条件是静人和纪硕必须结婚。为了防世浩将来乱说话，静人要他写保证书，从此以后1个月只许喝1次酒，如果做不到就不能和他结婚。世浩听了面露难色，这毕竟是他第一次犯错，这样的惩罚太过分了吧？但静人不在乎这些，如果世浩不签，他明天就帮他预约戒酒诊所。世浩看出他是认真的，只能无奈地写下保证书，1个月只喝1次酒。静人怕他食言，用口红当印泥，让世浩在承诺书上按了手印。这对恋人甜蜜的嬉戏打闹，而静人的父亲却在面对一道难题。纪硕的父亲施加压力又给予恩惠，想逼静人的父亲把女儿许配给纪硕。但这次静人的父亲意外地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关于女儿的婚事，他决定尊重女儿的选择。作为父母，我们应当尊重并理解子女的决定，在他们背后默默支持和保护。静人的父亲这样说道。纪硕父子听后脸色顿时阴沉，他们俩一言不发，默默地一杯接一杯的喝酒。离开饭店后，这两个老友因此吵了起来，好在司机和纪硕及时介入，把他们分开。第二天上班，静人的父亲去了纪硕父亲的办公室，尽管他们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但毕竟相处了这么多年，针对昨晚的尴尬局面，两人心照不宣地翻过了这一页。纪硕的父亲慷慨地表示，即使静人不嫁给纪硕，他也会给他父亲一个更好的工作岗位。不过静人的父亲拒绝了这个提议，作为一名父亲，他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守护女儿的爱情。晚上，纪硕的父亲在家沉思良久，最后还是给儿子打了电话，告诉他该是放手的时候了。纪硕听后也愣在那里。不久，静人收到了纪硕的短信，只有简单的一句对不起，但静人能感觉到纪硕这次似乎真的放下了。静人心中感慨万分，尽管纪硕之前的做法让人气愤，但他知道自己是第一个离开的人。时间慢慢流逝，生活平淡如水。这一天，世浩的朋友们来到他家看球赛，因为世浩这个月已经喝过酒，所以他只能羡慕地看着朋友们手中的啤酒。世浩在一旁只能喝着雪碧，但朋友们坚持要让他加入，毕竟静人不在场，稍微喝一点他也不会发现。他们将世浩关进了卧室，然后坚决地点了炸鸡和啤酒。镜头一切换，世浩已经在跟朋友们畅饮作乐，却没注意到住在楼下的静人闺蜜。闺蜜看着外卖忍不住笑出声，
把炸鸡和啤酒送上楼之后，立刻把这情况告诉了金人。第二天一大早，金人直接冲了过去，眼前的一幕让他气得要命。他故意在门口制造噪音，那几个男人吓得手忙脚乱。金人一言不发，抓起世浩写的承诺书就要走人。世浩马上拦住了他。等朋友们都走了之后，世浩像只小狗一样跪在金人脚边。金人质问他是不是不想娶她了，世浩急忙否认，说是被朋友们哄骗着喝酒的。看到世浩那副样子，金人终于忍不住笑了。世浩抓住机会站起来坐到金人旁边。金人说既然这样，那我们就不结婚了，拿着协议书就往卧室走。世浩急忙跑过去挡住了门，两人在床上开心的闹着玩。随后就是那些不宜公开的亲密画面。经历了这许多波折，世浩和金人终于得偿所愿，开始了简单而幸福的生活。那天晚上，金人去了药店，模仿两人初次见面的情景，让世浩给他拿一瓶解酒药。趁店里没其他顾客，世浩拉过金人靠近自己，